你的肾脏健康吗？肾脏被称为哑巴器官，意思是即使受损一半，你可能都毫无感觉。很多时候，当你发现自己肾脏出问题时，其实早已经坏得非常严重，甚至到了不得不洗肾的地步。为什么肾脏坏了 50% 你都不知道？因为肾脏有强大的代偿能力，一侧肾受损，另一侧和残余的肾单位可以加倍工作，悄悄撑起排毒任务。所以早期肾损伤常常没有明显症状，等到明显不适时，往往已经是肾功能不足正常的一半，进入了中晚期。这就是肾脏沉默的危险，它不会像心脏胸痛、胃痛那样立即示警，而是默默承受，直到无力为止。因此，肾脏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当它真正发出呼救信号时，往往已经走到了肾衰竭的边缘。肾脏的主要功能是滤血排毒，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废物如尿素、肌酐、多余的水分和电解质等排出体外，维持内环境稳定。健康状态下，两个肾脏默默的24小时不间断工作，就像身体里的污水处理厂一样，一刻不停地帮助净化血液。如果肾功能逐步衰退，废物和水分就无法及时排出，会在体内堆积，出现所谓中毒症状，比如严重时会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全身瘙痒、水肿、昏沉等。这其实就是尿毒症阶段的表现。所谓尿毒症，就是慢性肾衰竭的末期阶段，意味着肾脏功能走到了尽头，身体内的毒素因肾脏衰竭无法排出，只能靠医疗手段来代替肾脏工作。到了这一步，人就不得不接受血液透析、洗肾或者换肾移植，用机器或新的肾脏来勉强维持生命。听起来很可怕，对吗？问题在于，肾脏衰竭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灾难，而是长年累月一点点被掏空的结果。很多人年纪不算大，肾脏却早早退休不干了，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对肾脏做了太多伤害的事情。其中，饮食习惯是肾脏健康最大的隐形杀手之一。古话说病从口入，日常吃进去的东西决定了身体的健康走向。如果长期吃错了东西，等于慢性服毒，肾脏首当其冲受到伤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吃得太咸。很多人知道高盐饮食对血压不好，却不知道对肾脏的伤害同样巨大。盐里的钠需要靠肾脏来排泄，是肾脏主要的工作负荷之一。吃得越咸，意味着摄入体内的钠越多，肾脏就不得不加班加点制造更多尿液来把多余的钠排出体外，否则钠滞留会破坏体内盐分、水分的平衡。长期高盐饮食的人，肾脏一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就像马达长期超速运转，时间一长难免出故障。更糟的是，过量的钠在体内还会锁住水分，导致水分滞留，不容易排出体外。这就好比身体内到处在血水，增加了肾脏制造尿液和排尿的难度。肾脏好比一台过滤器，水分滞留让过滤器的压力升高，长期下来就会加重肾小球的负担，造成损伤。高盐还会引起血压升高，而高血压是公认的肾脏杀手之一。高血压导致肾脏微血管持续处于高压冲击，时间长了，肾脏的过滤单位肾小球会硬化坏死，肾功能一级级衰退。可以说，每天咸菜配饭、重口味酱料不离口的饮食习惯，就是在默默坑害自己的肾脏。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咸味占有重要地位，许多人特别爱吃腌制食品，对咸菜、酱菜、酱肉有种执着的情怀。逢年过节，不少家庭都有自己腌制腊肉、酱鸭、咸鱼、香肠的传统，把一整年的咸货都准备好。一些老人更是每天早餐配点咸菜，中午来块腊肉，餐餐不离重咸滋味。然而，这些腌制食品里往往含有极高的盐分和亚硝酸等物质，不仅伤肝胃，对肾脏的打击更不容小觑。长期大量吃腌制食物的人，肾脏要承受巨大的排盐压力，最终可能导致肾功能比同龄人更早退化。除了咸味食物以外，还有几种常见食物被医生们点名为伪肾之王，也就是说，这几种东西对肾脏的伤害尤为严重，偏偏很多人还天天在吃，把它们当美味或习惯离不了口。一旦吃过头，
不仅肾脏吃不消，对于本身肾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一口都可能要命的禁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哪4种食物如此凶名在外。第一种，毁肾之王，动物内脏。很多人对动物的内脏器官情有独钟，无论是嫩滑入味的猪肝、下酒香辣的鸭肾，还是爽脆可口的猪腰子、肥肠等等，都让人食指大动。在传统观念里，吃哪补哪，觉得内脏营养丰富，补身养人。然而，动物内脏虽美味可口，其中隐藏的危机却不容忽视。动物的肝、肾、脑等内脏含有极高的嘌呤和大量胆固醇。嘌呤是什么？它是构成 DNA 的成分之一。食物中的嘌呤在体内代谢后会产生尿酸，适量的尿酸会经肾脏排出，但当尿酸生成过多或排泄不及时，就会在血液中累积。尿酸浓度过高就会析出结晶，导致痛风和高尿酸血症。那些长期爱吃内脏的人，正是痛风的高危人群。你或许听过痛风石、痛风脚，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处，让人疼痛难忍。但你知道吗？尿酸结晶也会沉积在肾脏里，导致肾脏受损。这种情况叫痛风性肾病。长期高尿酸会让肾小管堵塞，肾组织纤维化，时间长了演变成慢性肾衰竭。所以爱吃动物内脏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肾埋下定时炸弹。除了嘌呤，内脏里的高胆固醇也可能间接伤肾。胆固醇过高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全身血管都会变窄变硬，肾脏的微血管也不例外。肾脏是高血流供应器官，如果肾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就像水龙头供水变少，肾单位得不到足够血液，久而久之肾功能会下滑。有研究发现，高胆固醇、高尿酸经常结伴出现，它们相互为患，是慢性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动物内脏虽然美味，但一定要浅尝即止，偶尔解馋可以，但千万别天天大量的吃，特别是本身就有尿酸高或肾功能不全的人，更要对内脏敬而远之。一口动物内脏下肚，对一个肾不好的人来说，无异于往肾脏上又捅了一刀。有些肾病患者因为管不住嘴，吃了一碗猪肝汤，结果隔天尿酸飙升，肾脏负担过重，险些引发肾衰事件，教训十分深刻。医生警告，内脏是肾病患者的大忌，就算肾健康的人吃内脏也务必节制。肾不好想补身，不妨选择其他蛋白质来源，例如瘦肉、鱼肉，适量吃即可。千万别迷信以形补形，再去狂补猪腰子了。第二种，毁肾之王，酒精饮料。无酒不成席，许多人日常应酬、聚餐，甚至晚上小酌，都离不开酒。有人认为酒伤肝不伤肾，因为酒精主要由肝脏代谢解毒。其实这是误解，酒精对肾脏的伤害一点不比对肝小。适量饮酒，例如少量红酒，对健康人问题不大，但长期过量饮酒会让肾脏很受伤。当你喝下酒后，酒精转化的乙醛等有毒物质除了肝脏处理，肾脏也参与了代谢和排泄。每当酒过三巡，脸红脖子粗时，你的2个肾就开始加班加点，试图把酒精分解产物从尿液中赶紧清出去。如果是一次性大量饮酒，比如狂欢暴饮，短时间内酒精让身体严重脱水，肾脏得不到充足水分供应，过滤功能会急剧下降。有些醉酒的人第二天发现自己小便很少，腰部隐痛，就是因为一夜宿醉，重创肾脏，造成了急性肾脏损伤。更危险的是，酒加熬夜加脱水组合，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等严重问题，直接导致急性肾衰竭，一夜之间送进 ICU。 这绝非危言耸听，每年医院都会收治一些因大醉后急性肾衰的案例，而长期嗜酒如命的人，肾脏损伤更是深藏不露地发生着。首先，酒精摄入过多容易导致高血压，而高血压正是肾病的重要推手之一。许多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常年血压偏高，这种慢性高血压对肾脏的伤害和高盐相似，会逐渐破坏肾脏过滤功能。此外，酒精代谢还会产生一些酸性产物，让血液变酸，肾脏为了维持酸碱平衡，又要付出额外工作。长年累月，肾单位提前透支，
肾功能加速下滑。医生们发现，许多尿毒症患者都有多年酗酒史，可以说酒精正是透支肾功能的帮凶。特别提醒一点，民间流传解酒的办法中有一条是酒后喝浓茶。很多人觉得醉酒后来杯浓茶解酒醒脑，殊不知这对肾脏是双重打击。茶叶中的咖啡因等物质有很强的利尿作用，酒后喝浓茶会迫使尚未分解完全的乙醛快速进入肾脏。换句话说，本来肝脏还在慢慢分解的酒精毒物被浓茶碾着一路直奔肾脏，使肾脏直接暴露在高浓度的酒精代谢产物中，这对肾小管的毒性刺激非常大，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千万记住，酒后别喝浓茶，正确的做法是多喝白开水，加速酒精代谢，同时休息，让肝肾慢慢完成工作。其实最好的护肾饮酒原则就是2个字：节制。不贪杯，尽量不醉酒，这样肾脏才能不被酒精拖垮。对于已有肾脏病的人，更应当滴酒不沾，哪怕逢年过节想举杯，也请用茶水或无酒精饮料代替，千万别因一时痛快而让肾脏雪上加霜。第3种，毁肾之王，浓厚滋补汤。不少人喜欢在饭前或睡前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觉得既美味又滋补身体。煲汤更是中国家庭的传统，什么老火靓汤、骨头汤、药膳汤，花上几小时慢火熬煮到汤汁浓白，认为越浓越有营养。然而从肾脏角度来看，长时间熬制的浓汤对它可不怎么友好。为什么呢？关键又在于嘌呤和脂肪。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汤白如牛奶就是含钙高，其实骨头汤中钙含量极低，白汤不过是乳化脂肪的颜色，真正丰富的反而是嘌呤和油脂。长时间熬煮肉类、骨头，组织中的核酸物质大量溶出在汤里，形成高嘌呤浓缩汤。您喝下这样的浓汤，相当于一口气吃进去大堆嘌呤，结果就是体内尿酸猛然升高，肾脏得马上加班把尿酸排泄出去。一碗浓汤下肚，肾脏又得做额外的加法运算来清理血液，非常辛苦。经常喝这种浓汤的人，尿酸水平往往偏高，时间久了易患痛风，而痛风反过来又伤肾。这条隐秘路线很多人没想到。更常见的情景是冬天火锅季，寒冷天气里约上亲朋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涮肉，简直人生一大享受。汤底越熬越鲜，美味的肉片菜蔬不断下锅，大家边涮边吃边聊，其事乐融。然您知道吗？火锅汤汁里的嘌呤含量会随着食材的滚煮急剧升高，等到最后汤都变得浓稠乳白，里头早已是嘌呤炸弹。很多人还喜欢喝火锅汤，觉得精华全在汤里，不喝可惜。但这一碗下去，体内尿酸瞬间飙到危险水位，肾脏和关节都要遭殃。更何况涮火锅时，大伙往往吃撑了都不自知，短时间摄入大量蛋白质、脂肪，加上可能还有酒相伴，对肾脏的代谢和排毒都是沉重压力。难怪每到春节、冬季，医院里痛风发作和肾结石的人数就明显增加，很多都是火锅浓汤惹的祸。当然，汤并非不能喝，关键在于选择清淡的喝，比如菜汤、豆腐汤、鱼片汤，煮的时间不要太长，刚熟就好，这样嘌呤含量相对低一些。而像熬了一夜的老火靓汤，反复加料熬煮的火锅汤，还有那些浓浓的炖鸡汤、排骨汤等，就尽量少碰。特别是已有肾脏病或高尿酸血症的人群，这些浓汤最好一口也别喝。曾有一位痛风病人，就是因为喝了一碗甲鱼炖土鸡汤，当晚痛风急性发作，肾脏指数也恶化，最后被医生严厉禁止再喝任何大补浓汤。所以不要再以为天天喝骨头汤能补肾壮骨，事实上那可能是在伤肾。真正想养肾，要做到饮食清淡、营养均衡，而不是靠过补来解决。第4种，毁肾之王，碳酸饮料。说到伤肾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重口味、肉食、酒等，可能想不到可乐、雪碧这类汽水也榜上有名吧。但事实就是，碳酸饮料已被营养和肾病专家们列为肾脏头号天敌之一，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简直把碳酸饮料当水喝。
饭后来杯可乐，口渴来瓶汽水，甚至有人上班学习时一直啜着巨无霸杯的可乐续杯。这样的习惯看似平常，却极大地增加了将来罹患肾病的风险。碳酸饮料对肾脏的危害主要来自其中惊人的含糖量以及一些特殊添加剂。以常见的可乐为例，一罐汽水里动辄含有相当于10多茶匙的糖，喝下一瓶，可想而知血糖会飙升到什么程度。长期大量饮用高糖分饮料的人，身体处于高胰岛素和高血糖的反复冲击下，非常容易发胖和诱发第2型糖尿病。而糖尿病正是现代人肾脏衰竭的第一大元凶。过去尿毒症多见于老年人，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的糖尿病患者，由于不当饮食，短短10几20年就发展出糖尿病肾病，不少30、40岁的人就得洗肾过日子，令人痛心。而这背后，碳酸饮料和含糖饮料的泛滥功不可没。可以说，你喝下的每一口甜饮都在无形中增加肾脏日后报警的几率。除了诱发糖尿病，高糖饮料还会导致血液中甘油、三酯等成分升高，使血液变得粘稠。血粘度增高，意味着肾脏滤过血液时更费力，肾小球的负荷无形中加大，长年累月也会加速肾功能的老化。而值得一提的是，糖当中，特别是果糖、高果糖、玉米糖浆是许多汽水的甜味来源，在体内代谢时也会产生尿酸。一些研究发现，大量摄入含果糖的饮料，血尿酸水平也会上升。也就是说，常喝汽水不仅让你胖和糖尿病上升，还会像吃内脏一样促进尿酸升高，加倍的伤害肾脏健康。碳酸饮料中的磷酸也是一个问题，尤其可乐类饮料含有磷酸以增强风味，喝太多会摄入过量的磷，而高磷会扰乱人体的钙磷平衡。对肾脏而言，过多的磷需要排泄，这增加肾脏负担，而体内钙被磷牵着走，大量流失，还可能造成肾结石或骨质疏松等问题。虽然健康人对磷的调节能力较强，但如果长期超量摄入，身体机能也会被拖垮。对于肾功能不全的人来说，含磷高的可乐简直是慢性毒药，因为它们无法有效排出磷。喝可乐等于让毒素在血液堆积，加速肾衰进展。综合起来看，碳酸饮料就是以多种途径在全面伤肾，高糖致胖和糖尿病，高磷高酸性扰乱代谢，高咖啡因，有些能量型碳酸饮料还含咖啡因，导致利尿脱水。或许年轻时你的身体还能勉强招架，但不要忘了，肾脏是哑巴，它不抗议不代表内部没受伤。等到年纪稍长，各种后遗症一起找上门，才明白年轻时那瓶瓶冰阔落早已在肾脏打下无数小洞。所以千万别再把碳酸饮料当水喝了，解渴还是白开水最健康。如果觉得没味道，淡茶水、柠檬水都是不错的替代选择。总之，要让肾脏减负，戒掉碳酸饮料是你现在就能做到的一大步。以上介绍了4大毁肾食物：动物内脏、酒精饮料、浓熬汤品和碳酸饮料。它们是不是很常见？许多人日常离不开其中至少1、2样。在享受这些美味或习惯的同时，其实我们的肾正默默承受伤害。1、2次的放纵也许不会立刻倒下，但长期累积的损伤终有一天要清算。肾脏坏起来往往悄无声息，等你察觉时，可能已经 50% 以上报销了。比如很多慢性肾病患者前期没有明显不适，直到出现泡沫尿、小便很多泡沫久不散、提示尿蛋白漏出、下肢浮肿、贫血乏力等症状去检查，发现肾功能只剩正常的3、4成，已步入肾功能不全中晚期，追悔莫及。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难道从此就一口内脏不尝，一滴酒不沾，浓汤不喝，可乐不碰吗？如果你已经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高风险，例如3高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那答案就是是的，最好完全戒掉上述这些东西，至少在病情稳定前绝对忌口。因为对于肾不好的人来说，这4种食物真的是一口也嫌多，稍不注意就可能让肾脏雪上加霜，甚至引发肾病恶化。如果你目前肾功能还算健康，那就更应该未雨绸缪，从现在开始远离这些毁肾的饮食习惯。当然，
不必草木皆兵，地认为沾一点就完蛋。关键在于适度二字，偶尔吃一两口解馋不会怎样，但千万别养成频繁大量摄入的习惯。比如聚会场合少量尝点内脏可以，但不要经常买来当日常菜肴。逢年过节喝点酒助兴可以，但不要酗酒。之后多喝水，别喝浓茶。火锅可以吃，但别狂饮汤汁。平日汤品以清淡为主，汽水偶尔来一罐，无伤大雅，但绝不能替代白开水成为日常饮品。管住嘴就是护肾的第一步。除了管好这张嘴，还要记住肾脏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它喜欢你多喝水，每天适量饮水，保持尿量充分，帮助冲走废物和结石除形。喜欢你不憋尿，有尿液及时排空，避免尿液滞留引发感染或结石。喜欢你规律作息，不熬夜，夜间是肾血流调节的重要时段，长期熬夜会使肾脏得不到休息。还喜欢你保持运动，运动改善血液循环，控制体重和血压，有益于肾。反之，一些不良习惯，例如随意吃止痛药和某些中草药，经常暴饮暴食、高蛋白饮食等等，也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需要一并警惕。也许有人会说，我年轻力壮的，肾脏挺好的，为什么要这么小心？事实上，慢性肾病往往不分年龄悄然来袭，现代人的肾病发生年龄已大幅提前，不少30出头的年轻人就检查出肾功能下降，甚至尿毒症，不得不走上漫长的透析之路。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因为年轻时肆无忌惮，该熬夜熬夜，该猛吃猛吃，该喝酒喝酒，结果短短几年内肾脏不堪重负。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据统计，现代人中约有1成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肾病，而绝大多数人在早期竟浑然不知，等到体检偶然发现尿蛋白、血肌酐升高，往往病程已经进展许久。这就是为什么专家一再强调，肾脏病要预防重于治疗，因为一旦肾单位损坏是不可逆的，只能靠剩下的顶着。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多一些警惕与节制，完全可以避免肾脏过早坏掉。总而言之，肾脏是我们身体里任劳任怨的沉默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善待它。而善待肾脏最重要的就是从日常点滴做起，特别是从管住嘴开始。今天提到的4种毁肾之王食物，能不吃就尽量不吃，能少吃就绝不多吃，千万别等到肾脏真的出问题了，才懊悔当初没有忌口。要知道，一旦踏上洗肾的道路，就是每周数次躺在透析机器上几小时，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透析患者用亲身经历给我们敲响的警钟。请记住医生的忠告，再不忌口就等着洗肾。现在开始爱护你的肾脏，远离那些毁肾的饮食雷区，给自己的未来留一份健康的保障。你的肾脏不会说话，但行动最能证明一切。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守护沉默的肾，别让悲剧发生在自己身上。